妈，爸，哎呦，早点买来了。大海，哎，早点买回来了，买什么好吃的呀？有妈爱吃的奶黄包，有您爱吃的小笼包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呀，买的都是你爱吃的那家的，跑那么远呢？哎，没事儿。妈，这一会儿吃完饭，今儿不是还得换药吗？我陪您去。嗯。大海啊，偏心眼儿啊！我去医院都是打车去的。哎，你看看，人家大海要开车亲自送你去，你谱够大的吧？啊？怎么了？我就这么大谱，不行啊？妈，我知道您辛苦了。昨天晚上对不起，我这说话没注意，说话说的不好听了啊，别往心里去。可是我真的是把您当做我的亲妈，才这么说话的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爸刚才也跟我说了，说你在单位嘛，工作压力大，所以回家呢就放松了，说话随便点，没事儿啊，没关系。大海啊，扶你妈回去吧。啊，来，回去了啊。哎呀，慢一点啊！啊，来，杨小姐签收一下。谢谢啊。有礼物是吧，红姐？来，小麦还给我。合欢，记得你以前喜欢吃巧克力，但愿你收到这个礼物之后，还能想起我们之前的甜蜜。何哲凯介绍，原来是你的初恋情人啊！我说他又来这一套啊！说不定啊，人家这回是专门从比利时给你定做的巧克力呢，我好期待呀！这什么嘛？普通超市就能买到的牌子啊，没劲。分给同事们吃吧。我知道了，这家伙没戏。你找我有事吗？合欢，这些花送给你，玫瑰，你最喜欢的。你怎么会突然想送我花啊？过去没钱给你买，现在想弥补一下。那谢谢了。哎，又是过去，难道它就只有过去吗？合欢，之前我也不太善于表达，今天想把话说明白。不过，我也不清楚你的想法。又来了。啊？没事，我说你继续。好吧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那我就坦白说了。合欢，我想跟你交往，以结婚为前提交往，希望你也是这个想法。结婚？我和你？对。你干什么啊？你以前不是喜欢这种浪漫的感觉吗？你可不可以清楚明白地告诉我，我们之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火花？真不清楚你的前男友付出到什么程度，才能让你不顾一切地付出感情？
我觉得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好了好了，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。我不管你过去发生了什么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如果你真的不计较，你还把这事说出来吗？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是小孩子，我们都是知根知底的，根本不用什么顾忌。我不想你那么痛苦，我也不想你有什么思想包袱。行了，我明白了。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那么费心的替我着想了，我们都不需要那么辛苦，就到此为止吧。莫名其妙。何欢，你听我说，放开！你听我说，你又没结婚，为什么要拒绝我？据我所知，我的条件应该不比你前男友差，况且我能给你他给不了的东西，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。让开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你拒绝我总有个理由吧？是因为刚才我吻你了吗？请你让开。说过是的话，我向你道歉，我向你道歉好不好？跟你道歉好不好？哎呀，何欢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让开我！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放手！哎，你弄疼他了。你没事吧？我们走。何欢，何欢！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，过去都会发生一些不堪回想的经历。我过去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你又知道什么？你又没结婚，为什么要拒绝我？据我所知，我的条件应该不比你前男友差。不要这样！你听我说，放手！你弄疼他了。真不清楚你以前男朋友做到什么程度，才能让你不顾一切的付出感情。妈，何欢，哎呦，这怎么有气无力的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可能是工作有点累吧。工作工作，每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都是工作，能不能给自己留一点时间，考虑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？等你想结婚的时候啊，好男人早被人挑光了。哎呀，现在的好男人他们也都挑着呢，说不定哪天我挑到他，他挑到我，正好对上眼了。哎，行了妈，你就放100个心吧啊！你呀，就是不如你妹妹听话。你看你妹妹嫁得多好，这不，过几天就要给妈妈生个孙子了。是，你就在家乖乖带孙子吧，你别管我了。不管你，我不能不管你。你要再不行动啊，我就要帮你登征婚广告了啊！你别老是把我说的好像我都嫁不出去一样，长途电话费多贵呀！别刷了，我挂了。给你找对象就是我的头等正事儿。啊，对了，你二姨前2天给你找个对象，我还让人家给你留着呢啊！别，给我留着干嘛呀？万一我看不上人家，多耽误事啊！啊，行了，妈，就这样吧啊！别挂，还真有正事儿呢。过2天是你爸的忌日，你回来不回来啊？等我忙完这段时间，我就回去，好不？工作再忙，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听到了没有？一天老忙着工作，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没有人心疼你，你真是要急死妈了。你别操心，你女儿我好的可爱，倒是你自己，你好好保重，照顾身体啊！我挂啦。哦，那挂了吧。什么啊？你爸爸的忌日你都不回去啊？往年这个时候你很早就回去了，什么情况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也觉得很对不起我爸呀，但不是我妈，托我二姨给我安排了什么相亲，你说我回去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去啊！你什么人没有见过啊？何欢，我想问你啊，你是真的想结婚吗？
事了，是你就努力呀。虽然大家都说婚姻是一个围墙，进去的人想出来，但是作为一个已婚人士，我以经验告诉你，女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呢，这道墙是能够帮我们挡风遮雨的。你告诉我说何哲凯这样的你都不要，我都觉得很糊涂啊！你别跟我提何哲凯，他以为我假装清高，还反过来开导我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了啊！这男人只要有点钱、有点身份，就认为全世界的女人都应该粘上去啦。你要知道，相亲啊，大家都是以婚姻为目的的。所以对方那个人，他肯定是很用心的，想跟你建立家庭。没准呢，你可以从这个当中挑出一个适合你的。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。我知道，再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吧。哦，真的？呵，你们也太神速了吧！行了行了，你有什么情况再跟我汇报。不是吧，小妹？现在连你们90后都开始相亲了。没办法，我们这一代也有我们的苦。不过刚刚听你这么说，倒是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专题，就是90后的爱情观。90后爱情观？哎，这个挺有意思的。何文姐，我们说动就动，动动行动去。什么事啊，妹妹？我跟你说个事情，你先不要拒绝我好不好？少卖关子，说。是这样的，我朋友的单位里面有一个黄金单身汉，我跟你摸过底的。条件非常好，经济条件不错，家庭环境也不错，人长得呢挺有精神的，风度翩翩。怎么样？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呢？条件那么好，怎么还单身呢？你不也是一样吗？你条件也很好啊，不也是单身吗？我那是因为我还……你没有找到合适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不知道别人也是啊？或许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呢。知道了，让我再想想吧。你不要再想了，我当然答应了啊。知道我跟别人怎么说的吗？我说我这个女朋友长得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。对方听到之后，立马就说安排见面。仙女，你可真敢吹啊！说的我都不敢去了。什么不敢去啊？我在提醒你啊。据我所知，现在好像还有2个80后的小姑娘追他追得可紧了。你要想明白啊，到底去还是不去啊？行了行了，今天你是第3个提醒我大龄现实问题的人。不过有个要求，你得陪我去。如果不合适的话，我给你使个眼神，我们立马闪人。好好好，我陪你去，我懒的事儿嘛。啊，你等我电话啊。啊，对了，你这次着装能不能讲究一点啊？不要再穿什么破牛仔裤啊、T 恤啊，穿的淑女一点嘛。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以后真的不帮你了。知道了，你当我傻呀？拜拜。好了，欧了，拜拜。我回来了。回来啦。饿了吧？今天晚上我给你做2个菜。东升啊，啊？你明天是不是也休假呀？啊。我想说，我过几天要去相亲，我想趁着明天休假的时候呢，去买点衣服，顺便把头发剪一剪。我看你头发也该理一理了，不如一块去吧啊！你长得这么漂亮也要相亲啊？不相亲怎么找男朋友啊？我跟你说，好男人要么不是绝缘体，要么都已经结婚了。可你不是说过一个人过得也挺滋润的吗？怎么？是啊，我以前觉得结婚有很多坏处，一个人挺好的。不过现在仔细想想，结了婚之后多个人管着你、保护你，也挺好的啊。
我可以照顾你啊，我还可以保护你呢。等你以后有女朋友，你就不会这么想啦。这个社会男女之间还是不平等的。哎，算了，你说那么多你也不会明白的。我先去洗澡啦，你赶快做饭。在全国选秀节目一窝蜂涌上来的时候，我们这对领头羊啊，就是要见好就收。制作人这个职位有所变动，新的领导马上就到。那节目的内容是什么？新的制片人到了以后，我们一起公布。这数据根本就不完整，这样的调查根本就不够让观众信服。让他们回去重做，明天交到办公室给我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赵老师，什么大人物啊，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？既然上面有要求，就不会随便打发个人过来了。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这位就是新节目的制作人。大家好，我是新节目的制作人黄怡，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们。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还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怎么你要当制作人，我都不知道啊？好歹你也是我经纪人吧？他们有自己的人选，我手边的节目呢也才刚结束，大家谈来谈去的，一直到昨天才把合约给敲定。妹妹知道这事儿一定会很高兴。很久没看到我的小贤妹了，怎么样啊？那最近？老样子，每天总是乐呵呵的。老听他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，让我很想跟你合作，而且啊，又可以跟我们家丽人做搭配。我在想，我们这个3人组合啊，应该可以擦出火花。原来你们2个这么熟啊？我跟大海认识可久了，当年我们在大学里边啊，还算是才子才女呢。现在啊，大海跟妹妹应该算是同学们当中最羡慕的神仙眷侣了。赵老师可是台里出了名的3好男人啊，长相好，学识好，脾气也好。哟，夸奖了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不能在男人面前这么夸的，女人总得要帮女人说话嘛。应该说啊，能够娶到妹妹是一种幸福。哎，这话说得好，你这话要是传到了妹妹的耳里边，准保受用。那就晚上拜托你转达一声喽。没问题。阿姨呀，哎，太太回来啦！好，这个，好，多谢你小王。阿姨呀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水果放到冰箱以前，你要先套上塑料袋儿，跟蔬菜放在那个蔬果保鲜室里。还有，那个吐司面包，你要先包上保鲜膜，然后放在保鲜盒里面，否则你水分很容易就蒸发了。我以前在陈总家做事也是这样的。以前是以前，你现在帮我做就得要按照我的规矩来。是，我下次注意。其实这些事情都很简单的，只要你用一点心就行了。是，我记住了。太太，我这就去报。
这是上升的月亮，请不要与平月或生长月混淆。宝宝回来了。哎，老公，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啊？哎呀，这一天没见着你了，想你呀，还不得赶紧下了班回来。老公糖衣炮弹。其实是这样的，今天呀，我们这节目组新来了一个制片人，聪明又能干呀，我们的工作效率一下提高了。是吗？嗯。那看来我要感谢这个制作人了，让我每天提早看到我老公。猜猜看，这个人是谁？我猜不到，你单位的人我不认识。你猜猜看。哎，猜不出来。你认识的？不认识。你真的认识？不知道。闪亮三姐妹。哎，你的闺蜜黄怡。黄怡？嗯。对，她前段时间是给我打过电话，说她的事业要更上一层楼。原来是去了电视台。你们是有新的项目要做吗？对，新的项目。他是制作人，我是嘉宾。老公，你太棒了。那说明他们有眼光，挑我们家老公当嘉宾。我们家老公当嘉宾，一定会给他们的节目带来更好的效果。老公，那你就辛苦了，为了我们家庭的幸福。我有多辛苦，家庭就有多幸福，我愿意。晶晶，那我打电话给黄颖，让她把老公的工资直接打到我卡上就可以了。嗯，顺便再订个烧什么的。我没有说啊，你提醒我的。坏人。好了，老婆，我去换个衣服，冲个澡。去吧。喂，请问是萧启萧先生吗？我已经到餐厅了。尹小姐啊，哎，您回头看，我在这儿呢。尹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萧琪。你好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何欢小姐，你本人真的好漂亮哦，跟周小姐形容的更有气质。更漂亮，谢谢。先生要点什么？你来点，你来点。你看看想吃什么？好，谢谢。这个人看来挺大方的呀。我其实也不是挺挑吃的。真的吗？那如果你不太介意，我来点2个商务套餐，谢谢。2位要点什么饮料吗？饮料套餐里面不是包含饮料了吗？是的。哦，今天是周五，对不对？有罗宋汤赠送，对不对？是。就要那个，谢谢。2位稍等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是。这家店今天是刚好是，好像叫什么周年店庆，所以啊，饭后还有甜点啊、冰淇淋啊赠送，特别是那个冰淇淋很好吃的，免费续杯，你一定要多吃点。当然，这个不是钱的问题了，是原则问题。先生，一共235块。235块。这是什么人啊？你的饮料换成了冰饮，所以我是110块，你是125块。用不着这么麻烦了，也没多少钱，我请客吧。给。等等，拿着，谢谢。我的信用卡可以打9折的，我帮你刷卡，你给我现金，这样我们是双赢，我又能积分，你又能再打折，岂不是更好？当然，这个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原则问题。我的妈呀！
周妹妹，你给介绍个什么人呢？李小姐，我觉得我们还聊得满头圆的，而且我们的文化水平也相当。我很期待下一次再跟你见面哦。下一次啊，不必了，估计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交集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原则问题。哎，玉树临风，风度翩翩啊，跟你形容的也差太多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你不相信我的眼光吗？唉，你是不是对人家不来电呢？你知道那萧琪他有多小气吗？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居然只点打折菜 ，OK， 我就当他是经济适用男嘛。可是到结账的时候，他居然要求各付各的账。你知道吗？他还跟我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尹小姐啊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原则问题。什么跟什么嘛？”他真那么说呀？这事我可真不知道啊。何欢，你就那么想吗？你平时大手大脚、大方惯了，你找一个会过日子的，两个人也算是互补啊。哎呀，还有互补呢！你想要留给你啊，我才不要这么大步出门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这次就算是个事故，一个意外，我保证，以后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发生。来看看啊，我这还有一个，这位青年才俊，年近40，无婚史，事业心强，做销售的。做销售的人应该不会小气啊，很务实的。看看吧。姐姐，我受伤了，我不要。哎呦，看看啦，何欢，不是我说你啊，我这么说吧，我们女孩子逛街，我们逛一天未必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衣服，你更何况是挑老公呢？你得有那种百折不挠、越挫越勇的精神，你才能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老公吗？你真想剩下去啊？剩成灭绝师太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剩吧，我不会管你的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挺好的，看一看嘛。给自己一次机会吗？也给别人一次机会。你好，我叫张富，做直销的。啊？但我听说你是做销售的，怎么是？都一样的，都一样的。尹小姐，请坐。谢谢。尹小姐，你是做记者的吧？我最佩服的职业就是女记者了，做起事来雷厉风行的，我特别欣赏这种生活态度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不过嘛，做记者呀，有一点不好，整天呢风里来雨里去的。呦，你看看你的皮肤，你想想，你30岁的人，完全应该有更好的皮肤才对呀。我平时工作真的太忙了，根本没有时间去美容院的。去美容院那是最不划算的。不过呀，你今天遇到我了，你运气真好。我们公司就是做化妆品产业的。来，这是我们这个季度最新产品。谢谢。我刚刚见了客户，这还有剩下的样品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谢谢。哎呀，来，你来看看啊，这个呀是我们最新高科技的产品，效果堪比肉毒杆菌，而且我可以完全给你保证，就算你是肉饼脸，也可以变成美丽的、人见人爱的鹅蛋脸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虽然我们的产品是有那么一点点贵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可以送你一张会员卡，你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，而且呢，就凭我们俩的关系，还可以折上加折，好不好？等等，庄先生，我想您是误会了，我今天是来相亲的，我想你找错对象了。对呀，我们的关系嘛，就是相亲的关系嘛。我见你的主要任务就是跟你相亲嘛。只不过我觉得，如果相亲不成，能卖出1、2件产品的话，也算是没白跑嘛，是不是尹小姐？是不是嘛，尹小姐？
我没做饭啊。你不是说你去相亲去了吗？我也拿不准你回不回来吃啊。妈，我去相亲你就不做饭呐？拿不准你不会打电话问我呀？怎么了，何欢姐？这次又碰到一个比小气男还抠门的，连请顿饭都不舍得。林晓东，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呀？我都是听鼎新哥告诉我。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啊！帮我拿瓶可乐，我要降温。我今天终于见识到什么叫做话不投机半句多了。哎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每次都遇到神经病呢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那个相亲对象，他就一直盯着我的脸看啊。你遇到色狼了？哎，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？你想哪去了？他不过是一个卖化妆品的，压根没有把我当成他的相亲对象，把我当成他的 VIP 客户了。我就说嘛，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看到你的内涵的？哎，何欢姐，以后别去相亲了。此事暂缓。那你的意思还要再接再厉？你现在别跟我说这些，我还没吃饭呢。那我给你做碗面吃。林晓东，还是你对我最好了，你记得帮我加颗蛋呢。好，等着啊。何欢，你听我说嘛。行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哎呀，你说我第一次做红娘怎么做成这样？我太对不住何欢了。你知道他在电话里怎么说吗？他说他从此以后再也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啊、天长地久、白头到老这些词语跟他没关系。老朋友说他现在是不是心里特难受？那是不是撞墙的心都有了？造物弄人，造物弄人呐！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一见钟情？我说有。那世界上有没有天长地久呢？我说也有。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就偏偏碰不着呢？想想啊，茫茫人海，要找到那个最合适自己的人，谈何容易？话是那么说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岁月不饶人嘛。何欢都多大了？30多了，你要让他相多少次亲啊，才能遇到你说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？哎，这就是问题了。或许有一个人，命中注定40岁的时候会出现真命天子，可是他40岁之前，他又怎么能知道呢？也许他等不及了，30岁就结婚了。难道到了40岁，真命天子出现了，他再离婚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这个人太悲哀了。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我运气挺好的。我20岁的时候就见到我的真命天子了。你就幸福着吧。不会吧？你怎么那么不走运啊？我那两同学第一次去相亲就遇到了相貌出众的青年才俊，今天两人就去西湖大洲去了，顺利转化为后相亲时代。什么后相亲时代？就是从相亲顺利转化为相恋，叫做后相亲时代。哇，看来相亲也是一大学问嘛啊！那是，你知道人家去相亲之前做多少功课吗？单是从网上找那些专家写的相亲攻略都背了好几天了，哪像你那么不当回事儿。所以你这次去无功而返不行。是，我听说其实有很多相亲骗子都是靠这行谋生的。所以呢，你去之前，如果是熟人介绍的，一定要调查清楚对方的底细。如果你是婚介所介绍的话，你就要先跟里边人打好关系，塞个红包什么的，这样人家才肯把里边的优势股拿出来给你。你下次得注意啊。
行了行了，你别跟我上课了。反正我这上线的火苗也刚刚升起，就被残酷的现实给浇灭了。所以我决定，我还是停留在原地，继续等待我的 Mr. Right 出现吧。我们栏目的名称“当幸福来敲门”上头已经通过了。大海啊，大家都觉得还是你想的这个最贴切，因为我们节目本身的定位就很明确，我们就是要讨论两性关系还有婚姻的问题。这个名称一目了然，也很抢眼，不愧是讲师，谢谢你啊。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，说什么谢？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做好这档节目的首播。他们编辑部的呢有提供了几个选题，我认为其中那个“完美丈夫”的定义还不错。这个话题呢应该可以激起一番热烈的讨论，只是我们可能需要再从不同的角度切入，可以让它更丰富、更完整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多说说。喂，老婆，你最近忙得忘了告诉我新节目的首录时间。哎，我还订了花了，记得签收啊。吴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是怡姐的助理张宁。不好意思，我是黄姨的丈夫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在怡姐的办公室已经见过您照片了。他们在开会呢，吴先生说那番话，我会如实转达的。哦，还得再加一句。什么 ？I love you。啊，这句话是转达给我老婆的，不是给你的。啊，是我一定如实转达。好的，谢谢了，再见。拜拜。你好，请问一下黄姨小姐在不在？她在忙，怎么了？有位福先生送花过来。啊，那你给我吧。麻烦你签收一下。好。谢谢啊。谢谢。真是个完美丈夫啊。幸福来敲门。哎，这个栏目的名字不错啊。是啊，是我们嘉宾想出来的。就是赵大海嘛，就是周妹妹她老公啊。人家现在啊，可是著名的心理专家，好多节目都抢着要呢。上次在电视上看了他的访谈，他不仅事业有成，还有个漂亮的女儿。谈到家里一家三口的时候，一脸的幸福。你说这个话，是不是别有含义啊？老婆，其实我们跟他们的情况很相似，都是一毕业就结婚了，然后打拼到现在，终于有了自己的幸福生活。可是，唯一不一样的，就是他们已经有了下一代。这样比起来，我们是不是有点落伍啊？怎么会呢？我们现在的目标虽然是实现了，但是时代不一样了嘛。我要是有孩子啊，我一定什么都要给他最好的。我们也是从艰苦中长大的一代，到现在呢，也是在这个社会上最有用的人。老婆，我只想说，要个健健康康的孩子，这点要求，你也不能满足我吗？是不是你妈给你下通牒了呀？我知道，你夹在我们中间，你也挺为难的。不过，生孩子嘛，急不来的呀。这个当然了，我只想说，如果他来了，
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迎接这个生命。喂，哪位？哦，妹妹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也刚提到你们呢。你家大海越来越火了，现在见他要预约了吧？那个一定的，不用担心。啊，好啊，没问题。行。啊，他在。说两句，快。喂，妹妹啊，黄姨啊，我们好长时间没见了，要不明天好不好？我们大家一起约个下午茶。明天啊，你等等我看看啊。好啊，那就明天吧。真的好久没见了啊。是啊，我都不知道你最近状态怎么样啊，好不好啊？我啊，还是老样子呀。不过啊，就是多了几条皱纹，咱们都老了嘛。老什么？不要什么老啊老，我觉得我挺好的。我们家老公说了，我每天跟小妖精似的。好啊，那明天呢，可得要好好看看你啊。地点跟时间呢，我明天早上我再发信息给你啊。